日本自民党确定将于9月27号举行党总裁选举投票，选出首相岸田文雄的接班人。这次选举陷入罕见的大混战，目前已经有11人有意参选，其中包括小泉进次郎，也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老少激战能否实现世代交替，对日本内政外交又有何影响？来看报道。日本自民党20号敲定选举日程，将于9月27号举行党总裁选举投票，竞选公告将于9月12号发布。此次选举是自民党爆出黑金丑闻后举行的首次总裁选举，15天竞选期也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有分析指，自民党此举旨在通过延长竞选期恢复民众支持。截至目前，自民党已有11人有意加入党总裁角逐。其中，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之已于19号正式宣布参选，成为首位公开宣布参选的竞争者。作为自民党内青壮派的代表，49岁的小林英之呼吁打破旧有派阀力量，称自己将完全不寻求派阀的支持，并强调世代交替的必要性。另一位有望推动世代交替的潜在人选，则是现年43岁的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他于20号表达参选意愿，眼下热度已经颇高。在日本国内有关谁会在9月的首相选举中获胜的舆论调查中，小泉目前排在第2位。小泉毕业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并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还曾在美国的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过，与美国关系密切。虽然80后的年轻标签给小泉带来一定热度，但有分析认为，真正有利于小泉进次郎的可能还是他的家世。小泉进次郎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他在2007年担任父亲的秘书，2009年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目前已是第5届任期。2019年，他被任命为日本环境大臣，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之一，并因此获得不少年轻选民的支持。一旦当选，小泉进次郎将成为日本150多年宪政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不过，也有观察认为，小泉进次郎的劣势也不能忽视。一方面，年轻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他仍未表达出明确的政治倾向，至今也并没有十分突出的政绩。而在面对日本国内如通胀、少子高龄化等问题上，他能否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在自民党这样的派系驱动型政党中，父亲小泉纯一郎还有多少影响力能供他依靠，尚有待观察。那他是比较年轻，而且他有国际经验，然后他爸爸的关系他也有一定的声望，他现在目前也得到菅义伟的支持。有分析认为，当前日本政局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选举仍处于没有明确优胜人选的混战局面，支持群体也很难划分。在属性相似的年轻议员或保守派议员之间，也可能出现激烈的票数争夺战。外界注意到，原本会采取统一行动的同一派系内，已出现多名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岸田派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将会参选，外务大臣上川阳子也在争取更多推荐人。上川阳子17号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发文称，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向岸田首相表达了我的决心，并附上打电话争取支持的照片。与此同时，上川阳子2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日印外长防长2+2会议，显示日本将继续强化与印度的联系。但外界认为，日印关系的价值观、外交意识浓厚，主要表现为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值得一提的是，岸田政府去年以来大幅升级美日安保，并推动改善与韩国的关系，被视为他的主要外交政绩。据多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岸田本人正在计划最快于9月上旬访问韩国，并与总统尹锡悦会谈，并称岸田有意在卸任前确认两国继续在安全保障等领域开展合作。但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德海分析，自民党选举的不确定性仍会给日本的外交带来诸多变数。刘德海进一步分析认为，无论日本下一任首相由谁来担任，都将面对日本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与此同时，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7月出口增速低于预期，出口量也延续了下滑趋势，加剧了人们对日本经济前景的疑虑。你有没有真正解决民生的问题嘛？这个是下一位这首相，无论是保守派的，或者是或者是小泉
上来的话，小泉进次郎上来的话，都需要考虑到不是只有安全而已，经济还是很重要。外界注意到，经济表现不佳成了岸田政府被诟病的最大方面。分析称，岸田提出的新资本主义计划是对安倍经济学的继承和发扬。他在短时间内推出了定率减税、低收入家庭能源补助金等经济政策，但依然无法解决日本国内物价高涨的问题。有分析认为，事实上日本的经济处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美国企图拉盟友小圈子，搞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也导致日本对华出口比值下降。另据日本政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7月预测，2024年度 GDP 的实际增长率为0.9%，比此前的预测下调了0.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导致的个人消费停滞。日本自民党9月将选出新总裁及新首相，那您怎么看待这次日本政坛的变化呢？这次选举啊，是在日本政坛少有的重大变化背景下举行的。首先呢，就是最近自民党内呢正在出现派阀的解散重组，群龙无派、各行其事的状态。而且呢，自民党由于外部支持率降低，压力很大，导致日本自民党内的改革呼声特别高涨。其次呢，就是美国大选在即，如果是特朗普卷土重来的话，那将会对美日关系以及日本的外交内政都形成很重大的压力。再次呢，就是日本自民党正好也处在一个世代交替的压力之中，因为伴随安倍被刺和岸田、菅义伟等相继辞任，就使得自民党的世代交替也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有10几个人啊都表示要参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或者是新首相，那么谁会胜选呢？我觉得啊，应该从岸田为什么辞任找到原因，进而来观察日本新总裁或者新首相需要具备哪些岸田比较缺乏，同时又是自民党乃至日本现在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岸田辞任的最主要的原因了，那就是日本自民党长期维系的派阀、政治保守、僵化、贪腐，并且缺乏自律自净能力，而导致在社会上支持率大幅下跌，就使得自民党内上下都感受到了一种改革的巨大压力。自民党急需重振旗鼓，清除弊端，改变形象。岸田啊，就是这样说明自己下台的最主要原因的。他要自己带头辞任，表明自己支持改革的态度。而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能不能够大刀阔斧地带领自民党除旧革新，就成了新任总裁或者是新任首相的首要任务，或者说呀，也就是自民党各方衡量选择新任总裁的首要条件。第二呢，就是在经济上，从10几年前的安倍经济学开始啊，日元暴跌，物价飞涨，民众生活经受了战后少有的动荡和冲击，这也是最近自民党支持率大跌的主要原因。第三呢，就是外交层面了。应该指出啊，相对上述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来说呢，那日本政府在外交层面受到的国内压力啊，略小一点。但是由于岸田上台这3年过度的依赖美国，比如说啊，对拜登政府的阵营对抗啊、印太战略等等，他全力配合讨好美国，而且没有注意到兼顾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等邻国的关系。可是美国现在又面对大选，很可能出现政策上的重大调整，这就使得日美互动以及日本的对外政策呀，也许会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目前浮出水面的各位参选人呢，可能都要接受上述的检验，同时还要得到自民党内尤其是多数现任议员的认可，才能够取得胜算。在岸田任期内，日本高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日本和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不断走近。对此您怎么看？那日本选出新首相后，这一趋势还会延续吗？这里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利益驱动了。日本和印度啊，无论是从他们的自身利益，还是从他们在亚太地缘关系中的利益出发，都需要依靠美国来使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所以呢，他们恰好就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构筑一拍即合。其实印太这个概念啊，最初也是日本、印度两国的学者最先提出的，这是目前日印走近的第一大利益驱动。在历史上呢，日本和印度之间呢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政治关系。二战后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印度法官巴尔做出的有利日本的判定，至今呢还为日本人所熟记。印度呢是日本在亚洲或者是在世界上少有的没有太大历史恩怨的国家，所以呢，日本特别看重日印之间的互动。再比如，日印和中国之间都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同时呢，日印双方走近还有一些出自经济方面的深层考虑。第一，印度的这种智力型密集劳动和非物质资源性出口，就使得印度经济有一定的稳定性。被日本认为呢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种替代选项啊，因为日本觉得呀，太严重的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关系风险太大。第二呢，就是印度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类型上和日本之间这个互补性比较高。日本高度的成熟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制造业，如果能够和印度发展中的经济密集型劳动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和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知识密集型的信息、生物工程产业等相结合的话，那对两国都是有利的。但是呢，由于日印并非近邻，日印两国特别是印度方面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呢，限制了日印经贸关系的实质性深入发展。日印的经贸关系啊，小贸易额和中日、中印的这个经贸额相比，那有很大的差距。而美国国内大选等一些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美国的印太战略缺乏实质性的经济和利益支撑。再加上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涉及对俄政策问题上，日印和日美都有着较大的分歧和差异。所以啊，日印虽然有很多利益驱动，但双边关系也并不平坦，我估计还有很多的变数。